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以及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第5期啊。我还是要坚持做下来，虽然这个星期是中国的国庆假期啊，确实工作的时间比较少啊，所以是在周五一大早录这么一期节目和大家见面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听我闲聊说些有的没的对，其实这个频道的定位就是这个样子，说些有的没的。其实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想事情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怎么喜欢想事情，我更喜欢做梦，但现在我变成一个特别喜欢想事情的人，特别喜欢琢磨事情的人。我之前在大书上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一方面呢，我特别喜欢小孩子一样的东西幻想类型的东西，可以像孩子一样说些很有童真的这种睡前故事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政治、经济、历史这种东西。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其实我就是归纳总结了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因为我像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中国人说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什么？就是孩子。日语里头不是也用这个赤子来形容孩子吗？阿卡讲，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都认同孩子他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之心的。但是现在我就在想，我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放弃去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世界放弃了这种好奇之心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这个父母，是因为这个老师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只会用这个提山库海把我们的这个脑子全部占满了让我们完全没有时间，完全没有心力做这种自由发散的想法当然了，怪罪别人是比较轻松的，对，就像现在的很多人都习惯的去怪罪原生家庭就是你出生这个家庭，觉得好像怪罪了，你的心里就会舒服一点。对，最主要就是求得心安嘛，对不对？心里安生了。我现在在这样的处境下，是因为我父母以前对我怎么样的。对，当然说实话，父母肯定是对你的成长有巨大的影响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让自己卡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明明已经知道自己被卡在一个地方了，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我知道我为什么卡在这里了，我心安理得了，因为这个卡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别人，是别人把我推到这里来的，不是我自己傻，而是因为别人把我推到这里来的。所以好吧，那我就心安了，我就可以躺在这里看看天了。不是这样的吧？我觉得应该起码想着怎么自救，怎么爬出去，对不对？哪怕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困苦，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人大部分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某一个时刻，每个人的时刻都不一样吧。我觉得就在某一个时刻，突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好像已经经历了我所想经历的所有东西，我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认知已经完备无缺了，我已经不再像小孩子一样，还特别想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不只想了解自己周边的世界，所生活的世界，我们甚至会想去了解宇宙星空，对不对？大部分的孩子对宇宙星空都充满了好奇之心，但是你去想想看，有多少成年人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国家投这么多钱去搞这些什么星辰大海的研究，对吧？征服宇宙和干什么？我们不能只是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吗？我们应该只是看到自己眼前的东西就好了呀，对不对？但是假如人类都是如此的想法的话，那人类如何在近100-200年之内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因为前面说实话几千年都是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几千年都是农业文明。假如你看中国历史的话当然因为我比较懂中国历史，我是中国人，我就会发现中国历史就是不断的循环，
就是不断的一个朝代兴起、巅峰、衰退、推翻了，再来一个兴起、巅峰、推翻了，又没了，再来一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好像就是反反复复的不断的重演。当然很多东西也在改变，比如说时尚呀，对不对？一些小小的技术啊等等，对不对？政治制度啊等等，对不对？甚至文化上我倒觉得未必是进步，甚至是倒退。但是你会发现这整个社会整个文明它基本上是不断的循环的，对不对？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好奇之心，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满足啊，就像中国古代的人一样啊，古代的帝王他可能是有这种育民之术吧，就是怎么统御万民，对不对？他可能需要愚民啊，让人民变蠢变笨，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再关心一些更为高大上的一些更为虚无缥缈的，甚至是在想象力之外的东西。那样的话他更方便统治，但是那样的话其实整个社会的进程会非常的缓慢，因为所有的民众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好奇之心，对有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探索的欲望。所以中国王朝社会比如说到清朝的时候看起来是如此的死气沉沉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好奇之心，大家完全没有任何探索的欲望，所以整个国家是如此的沉闷、乏味、无聊、黑暗。现在这个时代当然是日新月异，但是好像也没有非常重大的科技突破，对不对？好像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觉得进入一定科技的这个停滞期。当然现在出现了 AI， 对不对？ AI 很厉害，但是除了 AI 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之前计算机一样，突然之间出现啊，造成了第3次这个工业革命，对不对？计算机算是第3次工业革命吧， AI 不知道能不能带来第4次这个工业革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人们的好奇之心呢，对不对？人们的好奇之心，人们对这个世界还有探索的欲望，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去真正的探究，然后拿出来为己所用，对不对？比如说最早的时候电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存在吧，对不对？在整个世界里头它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说我们人类后来把它发现出来了，为己所用，对不对？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力量，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我们还可以去探究，去发现，然后最终让我们人类的文明再上一个台阶呢，对不对？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当爸爸的缘故，很多时候让自己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真的会相信啊，这个宇宙是如此的广阔，这个宇宙里到处充满了文明，我们人类甚至是可以进行超光速旅行的，在未来的某一天。对，我和孩子一样在当下相信这些事情，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这些东西他可能就不再相信了。这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一个状态，我们随着慢慢的长大，对很多东西都不再相信，不再抱有任何好奇之心，不再抱有任何想探究的欲望。这个就是让我非常困惑的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挺悲哀的地方吧。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过得浑浑噩噩的，我其实都在做梦，但是某一天我觉得自己突然醒了，我对这个世界再次充满了好奇之心。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还不了解，而且我觉得越了解我越觉得自己的渺小，而且越了解我会发现很多东西它都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孤立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学习上啊，很多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对不对？越来越细分，很多人只在自己的专业内去研究，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只是为了一棵树放弃整棵森林的感觉。想想看，在人类最开始的时候，科技正在发展的时候，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通才，他们会了解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达芬奇，对不对？
他一个人为什么能了解这么多东西？他并没有把自己限定在说我只是一个画家，我只是一个艺术家，对不对？我觉得人类的现有的所有知识都可以串起来，不管是历史、政治、经济、商业，哪怕自然科学，对不对？心理学等等。就是我在做这个中文学习这个频道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假如中文学习频道我只是教授语言点的话，是不是太单薄了，太无聊了？语言频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入口而已，进入之后本来就是应该气象万千的、丰富多彩的、五彩缤纷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包括在里头。因为语言它只是一个载体，语言所承载的东西是千千万万的、无限的、没有尽头的。目之所及，你能看到的所有以中文为载体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应该你学习的东西。你学习语言的目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只是进入了一个入口而已，里面的东西才是你真正应该去追寻的东西。学习中文为什么咱们回到这个中文频道的这个目的上面，学习中文为什么在一个阶段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呢？因为语言，你对语言的这个探知，你对语言这个好奇心已经消退了，对语言本身这个非常强烈的这种需求，强烈的想要探知它的欲望已经消退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开始，对不对？以语言为载体去了解更多的东西，重新点燃你这个好奇之心，重新让你对这门语言产生兴趣。当然不是语言的本身让你产生兴趣，就是这把火，最早的时候可能第一把火是语言本身，但后面添进来的柴火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别的东西。当然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想法，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做中文学习频道的这么一个目的。中文频道肯定不只是教授语言本身而已，我希望我的频道以及大叔的频道等等，都只是一个入口，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入口而已。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喽，拜拜。